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 GBA 平台的《恶魔城白夜》改版的速通。这个改版应该是替换了部分的 BGM， 改变了一些颜色效果，另外主要是替换了人物。这个人物穿的蓝色衣服，可能是替换成了李希特。跟大家说明一下，本期是水友的投稿。水友的 ID 叫做凯文·布莱恩特。有其他的小伙伴想要投稿的话，可以看一下视频说明里边的邮箱。只要是怀旧类的游戏，都欢迎。这里他撞上去了，可能是想卡一个 bug 的位置。凯文·布莱恩特玩的时候用的是手机，并且是同期录制的。但是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啊，这是他第二次投稿。第一次投稿的时候，满屏幕都是虚拟的按键。我说能不能不要这些东西啊？因为视频里边有这些东西，感觉很乱。结果呢，他告诉我说：“大叔啊，你可能不用手机玩这些游戏，用手机的话你就知道了，没有虚拟按键的话，你根本看不见啊，操作就不精准了。”但是后来在我的强烈要求之下，他还是盲搓屏幕把这款游戏通关了，非常的不容易啊。他使用的这个版本，说实话我没有见过，之前我倒是见过一个马里奥版本。这里毕竟它是看不见按键的，所以说游玩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它真实的实力体现。恶魔城白夜出品于2002年，到现在正好是20年了。GBA 平台一共有3座恶魔城，分别是月轮、白夜还有小月。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也非常清晰的能够感觉到，现在的游戏环境比20年前可是差多了呀。大家想一下，你在 GBA 平台能够玩到多少款经典的游戏？光是恶魔城就能够玩到3座。那你想一下，你在最新的主机平台能够玩到几款恶魔城啊？其实不只是恶魔城，大家想一下 GBA 平台当年的经典逆转裁判系列也能够玩到3座。后来在 NDS 上有4， 3DS 上有5和6。到了现在7代可以说是遥遥无期。另外大家想一下黄金太阳系列，GBA 平台有2座， NDS 平台有1座，然后就没了。这么经典的 RPG 后面没有后续了，真的是超级的可惜啊。最近这2天我在玩皇家骑士团2代的重置版，这个重置版我觉得比 PSP 的版本是强了不止1点啊。玩的时候我就在想，可能皇家骑士团系列也就只到2代为止了。以现在的游戏市场环境，还有浮躁的玩家群体，这种经典的 RPG 还有 SRPG 今后就会越来越少了。好，咱们回到这款游戏，能够看出来凯文·布莱恩特打的这个速通没有利用到一些 bug， 而是走的所谓捷径。如果没有使用这种强力的存档，而是从头开始开荒的话，那白夜的速通应该是在19分钟左右，并且速通的过程当中是可以使用一些 bug 的，包括滑行的 bug， 还有位置 bug， 以及穿墙。
另外可以合理的利用游戏的中断功能，因为退出游戏再重新进入可以回到存档点。玩家通过这个操作能够少走很多的回头路。其实每一部制作精良的游戏的速通都是一门学问。像《恶魔城》这类游戏，想要速通的话，最困难的是合理的规划路径。你需要对游戏非常熟悉，规划的路径要包含你需要收集的道具，路径当中的每一个场景使用什么样的微操才能够快速的通过，是否要利用到敌人的碰撞等等。另外，如果是从头开荒的话，还涉及到有效率的练级位置。另外，本作还涉及到收集品，你是否要集齐家具？而且本作是有多重结局的。但是本作的结局，我觉得所谓的好结局并不是好结局啊。为什么呢？因为本作的剧情涉及到3个人，贝尔蒙多家的是祖斯特，加上他的女朋友莉蒂，加上莉蒂的备胎马克西姆。如果是所谓完美结局的话，是3个人最终都从恶魔城跑出去了。所以大家想一下，如果祖斯特只救出了莉蒂，然后2个人拖出了恶魔城，这才是完美的结局啊！这款游戏很多地方可能一些小伙伴觉得它非常像月下，毕竟制作的团队当中有很多月下的成员，但是3部曲里边我最喜欢的还是小月。本作的特色是武器还有魔法魔导器的组合。小月的话，武器系统更加的丰富，并且它还有续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NDS 平台的苍月十字架？那个年代真的是名作辈出啊！玩家也真的是幸福啊！现在回想起来，恶魔城已经多久没有新作了？这个场景，齿轮美杜莎的头，大家就知道了，满满的石基塔的风格呀。但是这个场景之前我自己看一遍视频的时候发现了，可能是这个时候屏幕上都是汗水了，结果导致这个场景的失误比较多。本来盲搓就已经很为难这位室友了，现在又遇到了物理打滑的现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用手机玩这些怀旧游戏的原因。搓玻璃真的是太不爽了，要么你使用原来的主机，要么你就使用电脑版本的模拟器。因为电脑版本的模拟器我比较喜欢使用键盘，你不喜欢键盘的话，你还可以外接手柄或者是外接摇杆。手柄甚至你可以选择有线的、无线的。如果选择无线的，你可以把电脑主机插到客厅的电视上，这样坐在沙发上使用无线的手柄，真的非常的惬意。搓玻璃、搓手机的玩法，唯一的好处是方便，但是我感觉使用手机玩游戏真的非常阻碍你对互联网相关知识的积累，
因为之前我直播过那1年多，在直播间里最常被问到的3个问题就是：什么游戏，在哪儿下载，手机能玩吗？放在20多年前，大家在论坛里、在网站上交流这些模拟游戏的模拟器还有游戏 ROM 的时候，谁会问这种问题啊？大家都是看见一个游戏的名字，甚至看见一张图，回头自己就把游戏找到了呀。可能是一代玩家有一代玩家的命吧。这里就是最终 BOSS 的部分了，除了要打被控制的马克西姆之外，还要打德库拉的幻影以及他的2阶段。这里打完就是通关的画面了。感谢凯文·布莱恩特的投稿。再次强调一下，有想要投稿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视频的说明部分。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